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Aura 一台 Windows 11 AI 加 PC， 也就是微软所说的更快更智能的 Windows 电脑。实测呢只有 974.7 克，那看到一台不到1公斤的14英寸轻薄本，相信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性能和续航会不会拉垮。所以这期视频呢，我们就通过实际体验和拆解来看看它到底有多快多智能。那很多金属轻薄本上手的时候第一感觉往往是冰冷和硬朗。但 Yoga Air 14 Ultra 呢不太一样它机身呢采用了镁合金、叶缎蓝、云绢白、烟灵紫3种配色呢都是高级耐看的低饱和色，再加上丝绸漆工艺，摸起来细腻温润。表面呢还经过3种紫外光固化，保留哑光质感的同时呢，也更加的耐磨，不容易留指纹。那整机还是延续了 Yoga Air 系列的设计，A 面非常的干净，顶部呢有 Aura Edition 专属的名牌，边框、倒角和转轴呢都做了圆角，拿在手里不硌掌托两侧向下延伸，侧边再做一道斜切收腰，视觉上会显得更薄。那轻薄这件事它已经写在外面了，那里面有没有为重量来让步？咱们边拆边聊。第一步，关机后翻到地面，一字形脚垫把进出风路径隔开，减少热风回流。进风口在底部，扬声器开孔分布在两侧。地壳呢由8颗2种规格的螺丝固定，顶部中间2颗较长，拆机维护的时候需要注意区分一下。划开卡扣就能取下地壳，它用的是半固态压铸镁合金，比常见铝合金在重量控制上是更有优势的，同时呢还能兼顾结构强度。内侧黑色贴纸负责绝缘隔热，红色胶垫和电池区域呢泡棉做缓冲，中间泡棉还会约束进风路径，接口附近的金属导电泡棉兼顾缓冲和电气防护。那主体部分上方是主副板和散热模组，散热模组呢采用双扇3出双铜管方案，左右2个风扇都有做内吹设计来加强散热性能。SSD 呢压在导热底板下方，保证其在高负载工作时的温度控制。但自行更换 SSD 的时候就需要拆卸散热模组了。那电池位于机身下方，扬声器放置在电池两侧。第二步，拆电池，先推出电池接口断电，取出同轴线，再卸下所有螺丝。电池容量75瓦时，4电芯设计生产商呢是东莞新能德，那电芯当然就是 ATL 了。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呢，在835瓦时每升左右，是我们目前拆过的所有笔记本中能量密度最高的，没有之一这个密度呢，甚至已经超过部分手机电池了。那至于实际续航，官方宣称它的本地视频播放续航最高可以达到27个小时，那差不多可以看完半部《甄嬛传》了。当然，我们也测试了真实使用场景下的续航表现。那2小时后，剩余电量79%，共计耗电21%。那按照这个负载强度推算联想 Yoga Air 14 Ultra Aura 能够持续高效工作约10个小时。那如果是中轻度的常规文档办公，不插电支撑一整天的外出需求是完全够用的。第3步，拆卸主板部分，揭开铜管和风扇连接处的泡棉，按编号卸下螺丝，轻轻晃动就能取出散热模组。模组正面的涂黑处理不仅美观，同时还能提升表面的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那注意，模组两端的铜管末端是非常少见的平头设计，相比另一端的尖头，平头可以更大面积的接触到下方的散热鳍片，进一步提升这个散热的效率翻到模组内侧就能看到两端鳍片为铝合金材质，但它不是常规的铝合金而是混入了石墨烯材料来大幅提升导热性能。这么做的好处就是在控制整机重量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更高的导热效率。而核心位置的导热底板采用导热系数更高的铜合金，里面呢加入了人造金刚石颗粒来加强导热能力，那也就是官方宣称的钻石铜用量呢大概是3.4克拉。简单理解就是通过在传统铜铝基材中加入高导热的碳基材料，来提高热扩散的效率，在空间限制下增强导热能力，同时兼顾整机的轻量化设计。CPU 内存颗粒、供电线路以及 SSD 的对应位置呢，均添加有导热材料填充间隙，加强导热。整体散热设计的思路很明确就是在空间和重量受限的情况下，尽快的想办法把热扩散出去。那回到机身，断开2个风扇接口，卸下所有固定风扇的螺丝，分离固定在风扇上的连接线后，即可取出风扇。
那这2个第3代猎鹰风扇都来自 AVC 启宏科技，规格一样都是5伏电压的版本，单个功率2.5瓦。风扇内侧的这个开口就是前面提到的内吹口，主要负责带走机身中部的热量。西亚风扇上的固定螺丝即可打开风扇，可拆卸的设计使得清理风扇内部的灰尘会更加的容易啊。叶片的密集程度属于最高的那一档，放大仔细观察叶片最外侧，可以看到联想独有的卷边设计。这么做呢，可以减少夜间气流泄漏，提高风压和气流利用率，同时呢还能降低高速旋转时产生的这个噪音。整机呢只有一个2242规格的 M2 硬盘位，取出的硬盘呢是长江存储 PC42Q 1TB 容量 PCIe 4.0×4 NVMe 协议无缓设计。1TB 版本标称寿命300TBW， 单面布板，标签下面呢是主控和2颗长存自家的 QLC 闪存颗粒，实测达到 PCIe 4.0固态的高速水平。卸下固定屏幕接口的所有螺丝，取出所有接口上的保护片和保护贴纸，断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卸下所有固定主板的螺丝。尝试取出主板发现主板还被2侧的主排线固定，拔出2个副板后，即可将主副板一并取出，此时就能清楚地看出主副板的结构和布局了。主板通过2根主排线连接2侧副板，这种设计的好处是2侧的接口如果损坏，只需要换副板即可解决问题，后期的维修成本要比传统方案会更加的可控。卸下所有固定主排线的螺丝，挑开接口，分离排线和副板。那我们首先来看主板部分，清掉核心上的导热材料，就能看到模块化设计的 CPU 了。CPU 4角呢有做封胶处理，板载内存颗粒就藏在上方的屏蔽罩内。通过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也能确定屏蔽罩内呢一共有4颗内存颗粒揭开屏蔽罩上的金属箔，内部还有一层导热材料。清掉后，下方是4颗三星 LPDDR5X 9600的内存颗粒。看完硬件，我们来重点看看它的实际体验，那也是大家相对关心的部分了，所以篇幅会稍微有点长那我这台的 CPU 是英特尔酷睿 Ultra X9388H 16核设计单看 CPU 跑分，它和去年的 Ultra 9285H 以及今年搭载的 Ultra X7358H 的轻薄本差距不大。但这次更值得看的是功耗。那我们此前测试的相关机型 CPU 单烤功耗通常会拉到50瓦甚至80瓦。那这台 Yoga Air 14 Ultra 单烤半小时呢为40瓦，温度呢为78摄氏度。GPU 单烤半小时是30瓦，温度呢是69摄氏度。看来这次的 18A 先进制程加多重黑科技导热散热技术确实是有点东西的。图形部分集成 ARC-B390 核显，3D Mark Time Spy 显卡分呢为7140。实际游戏的表现，我们把分辨率拉满到2.8K 的情况下，常规的网游 Dota 2在全特效下能够跑到108帧 ，PUBG 呢在低预设下帧率达到112帧 ，CS2 低预设下能够跑到178帧。那如果把画质降低到1080P 之后，帧率能够来到接近300帧。3A 大作这边呢，有了 XeSS 性能档和4倍帧生成的加持下，几款游戏在2.8K 低预设下，居然都能达到超过屏幕上限120帧的成绩黑神话悟空跑到了131帧，霍格沃兹之遗呢跑到了148帧，赛博朋克更是来到了157帧。那要知道，这可是一台重量都不超过1000克的极致轻薄本。那这样的游戏表现放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跑分和游戏只是第一层，那经常带出门的轻薄本，真正考验人的是离电的工作流，尤其是视频剪辑。那我们用一套固定的 4K 素材模拟日常剪辑，在离电状态开启性能优先，时间线拖动很跟手，叠加多层素材呢也没有明显的卡顿。那导出一段9分钟的 H264 4K 视频用时3分10秒。接着呢，把场景拉回真实的办公后台导出视频，前台同时查资料、开会议、改 PPT、整理 Excel。Yoga Air 14 Ultra Aura 在这组负载下切换窗口、滑动文档和显示会议画面都很流畅没有出现某个软件突然卡住的情况。那从上面的测试也可以看出，这颗 Ultra X9388H 的性能优势并不是单纯体现在跑分数字上，而是在这种离电的连续创作流程中，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工作体验。而这也是 AI PC 时代轻薄本性能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的地方。那不再是看单个任务跑得有多快，而是多个任务同时进行时不容易出现卡顿，依然能够保持非常高的效率。当然极致轻薄本还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就是高性能的稳定性是否有保障。我们插电开启性能优先，进行了30分钟的 Cinebench R23 多核循环测试，从35次的跑分曲线来看，保持较好，全程成绩稳定性相当不错没有明显的性能衰减。对于一台厚度和功耗都不及常规轻薄本的机器而言，能找到这种平衡的持续性能释放，其实比短时间冲高更重要。那连续负载结束后，机身最高
温出现在转轴出风口是48.3摄氏度，满载状态下我们在机器前方头部位置测的风扇噪声是39.6分贝。那综合来看，英特尔酷睿 Ultra X9 388H 和联想的功耗调度策略提供了扎实的性能基础，但想要在不到1000克的轻薄机身里持续释放这颗芯片的性能，那前面给大家展示的散热设计功不可没。不过光有稳定的性能释放还谈不上所谓的 AI PC。那 Yoga AI14 Ultra Aura 预装了 Windows 11，在软件兼容性上延续了 Windows 阵营一贯的优势。各种创作、游戏、工业等软件都是装上就能用的。那除了兼容性外 ，Windows 11也在积极的拥抱 AI。Yoga AI14 Ultra Aura 作为 Windows 11 AI 加 PC， 内置 NPU 算力达到了50 TOPS。酷睿 Ultra X9 388H 呢，还采用了系统共享内存策略任务管理器中显示的 GPU 显存大小呢是18GB， 在英特尔核显控制软件里呢，还能将这个容量加大到28GB。那这个容量对于轻薄本来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了。我们尝试在本地部署了一个9B 参数的开源模型，那推理速度来到18 token 每秒，整个过程完全在本地完成，不依赖网络，也不消耗任何云端 API 额度。这意味着即使在没有网络的飞机上或者高铁隧道里，依然能够处理资料、改写文本等。那再来看几项 Windows 原生的 AI 功能。老照片分辨率偏低，放大后细节发糊，在照片里点击增强图像，滑块呢可以从1倍拉到最高8倍。系统呢会调用 NPU 在本地来做超分，实际锐度提升比较自然，没有明显的油画感。背景虚化和生成式擦除也很实用。那前者识别人像边缘，后者能去掉画面里的路人或者杂物，再根据周围纹理补全背景。那几张复杂背景的样片处理后融合效果还是不错的。日常图片调整你不用再去折腾专业的修图软件了。增强的 Windows 搜索加入语义理解后，记不清文件名也能用描述去找。Windows 11还内置了实时字幕和工作室效果，那这些都是开机就能用的 AI 功能。如果说前面这些是 Windows 11原生的 AI 能力，那解决的是一个个具体的小任务，那天写 AI 要做的就是在这些能力之上，帮你串起一整条工作流。那毕竟这台电脑是首批达到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 L3级产品认证的 AI PC。我就用视频创作的例子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能力那把新品相关的文件放入本地文件夹，然后给天写 AI 下达第一个指令，读取这些资料，提炼必拍卖点，生成一份拍摄清单，并按重要程度排序。那天写 AI 在完成资料读取后，迅速对内容进行了整理归纳，先自动提炼出从性能到生态周边的核心卖点，然后基于这些卖点生成了一份结构清晰的拍摄清单，每一项都标注了对应的画面和备注，方便拍摄和剪辑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个镜头那这只是第一轮，我们继续给它加压，继续追问，把续航实测提到第一项，并把所有需要的道具或者外设的项目标注出来这个追问同时要求它调整原有结构，再重新给内容分类。那天写 AI 记住了上一轮完整的清单，一次把续航镜头移到第一项，并逐条标出需要道具或者外设的镜头。整个过程没有重新喂背景，也没有把前面的结构弄乱，这就是长线程任务比单轮问答更省事的地方再看高频的会议场景，天写 AI 集成了 AI 妙计 2.0我们这次中英文混合测试，转写准确率不错，会后能快速生成摘要，也支持声纹识别，区分不同的发言人。使用本地转写时，音频不用上传云端，对涉及内部信息的会议呢是非常友好的。那关于 AI 相关的体验就简单聊到这里。简单总结就是 Windows 负责成熟的软件生态和常用的 AI 用例，天写 AI 呢则通过本土化、长线程理解和跨端联动能力来补齐了复杂任务处理的这一块两段能力分开看各有侧重，但放在一起就是共同服务于同一个目标让你轻装出门也能高效完成复杂的工作。我们继续往下拆，除此之外，主板上还有板载的英特尔网卡 B1211，支持 WiFi 7和蓝牙 6.0。来到主板背面，上方分布的灰色胶垫呢，为主板提供缓冲保护。两侧的副板上一共集成有3个速率拉满的原生雷电4接口，都支持霹雳充电和视频输出。第4步，拆卸剩余部件，卸下2颗固定扬声器的螺丝，取出左右2组扬声器。扬声器采用高低分频式的设计，其中小的是1609规格的高音单元，大的呢是3813规格的低音单元。4个扬声器的总功率是8瓦，在 Smart AMP 智能功放的加持下，外放效果出色。卸下2侧固定天线的所有螺丝，取出天线模组。天线是采用2x2 MIMO 的设计。撕掉触控板接口的保护贴，挑开接口，卸下固定螺丝，就能从正面取出触控板。触控板表面覆盖磨砂玻璃面板，触感顺滑细腻。
触控板的面积呢是90平方厘米啊，采用全域压感设计，背面呢集成了 AASolution 科技 ELA 1019X 柔线性马达，模拟真实的按压反馈。旁边还有汇顶的 GT7868Q 触控 IC， 继续取出触控板的底部衬板，衬板和地壳一样，采用半固态压铸的镁合金制成，非常轻盈，还不到8克啊。衬板内侧呢贴有2条泡棉，为触控板提供缓冲保护。来到键盘，背面是全覆盖背光模组，主板和风扇对应位置呢额外贴有 GN 隔热层，减少核心热量传到这个键盘。模组来自深圳汇创达，灯珠呢在键盘底部，通过导光膜打亮整块键盘，支持关暗亮自动4档调节。卸下密密麻麻的固定螺丝呢，就能取入键盘。虽然是极致轻薄本，但联想传统的看家本领键盘的这个设计依旧在线，不仅保留了1.5毫米的长键程，还做出了经典的2段曲线手感，按压反馈干脆利落，打字手感是非常不错的。最后呢，卸下固定屏幕排线和转轴的所有螺丝，打开机身，分离 C 壳总成。总成同样使用半固态压铸镁合金打造而成，在保证坚固耐用的同时呢，进一步减轻重量，让笔记本坚固轻薄和可靠。那来到总成内侧，可以看到2个掌托区域还设计有蜂窝状的加强筋，来保证机身的强度。屏幕呢采用全玻璃覆盖，14英寸京东方柔性 OLED 面板，分辨率呢2880×1800，支持30到120赫兹的可变刷新率和10点触控。那我们这台机器实测覆盖100% sRGB、98.1% 的 P3 和85.6% 的 Adobe RGB， 平均 Delta-E 呢仅为 0.08。亮度方面，全屏手动最高515尼特，播放 HDR 视频时呢亮度可以突破800尼特，缩小到10%窗口后呢来到1155尼特，窗口继续缩小到1%，亮度还能继续向上爬升至1239尼特。那作为笔记本来说，这个亮度已经是非常够用了。那这块屏幕整体的素质还是非常出色的。好了，拆解就到这里，整机有12种，共164颗螺丝重丝归位。那我们拆完再回头看这台笔记本，975克只是最后摆在秤上的结果。那镁合金骨架，75瓦时高密度电池，约3.4克拉钻石铜和猎鹰风扇，再配合能效出色的 CPU， 才是这台机器把重量压下去后还能实现高性能的原因。那它的取舍也很明确，只有一个2242硬盘位，更换 SSD 呢还要拆散热模组，后期扩展和维护不那么轻松。可如果你每天都要背着电脑出门，又不想在 Windows 软件兼容、离电创作和本地 AI 能力上做太多的让步，那么这台联想 Yoga A14 Ultra Aura 确实很对路啊。那所谓不妥协的轻，看到这里也就非常具象化了。